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啊！正在姚教授的论文和老刀的这个钻石曲线放出来之后啊，我们中国的这些 LK99 狂热爱好者在狂欢的时候啊，突然传来一个 APS 会议里边啊，老金教授要发言的这么个消息。一开始啊，传说 APL 论文发了，我觉得有点悬。后来看了一下啊，原来是在 APS 啊，就是美国物理学会的年会上，金贤卓教授要发表他的新的关于室温超导的一个研究啊。那这个研究啊，就是不是原来的 LK99 了，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前面也承认韩国的那个所谓白皮书啊，它是有效的啊 ，LK99 它不倒啊，你们锤吧，和我没关系了。这是他在美国物理学会年会的这个演讲概要里边给出的一个新的分子式。那实际上这个式子呀，看起来和早期啊，就前两天全教授啊在黑板上写的那个是有点像的。那到底这个式子是他们一块搞出来的呢，还是后来老金自己觉得你这不成，我要加个硫是吧？搞出来，你看后边有加个硫，不光是加个硫啊，整个式子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啊。所以现在呢，出现了新东西 ，LK99 啊，早已经不是锤的对象了，他们自己都锤啊。但是啊，越往下看越有意思。现在不仅仅是吹 LK99 的问题了，这是个擂台赛了。怎么擂台赛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会议纪要啊。这是会议纪要，会议议程。大家看到第一条，上午的第二个发言是谁呢？是老金啊，金教授。再往下看，看到这个了吗？也是15分钟，这是朱经武朱老啊，就是前面最后一篇锤 LK99 那个语音版论文的那个，也没有正式发表，就是语音版那个论文里边锤他的。现在就有意思了，这一天上午啊有2个发言，擂台赛是不是啊？这个瓜是越吃越有劲儿了。我前面我就说过，我说 LK99 这个瓜呀，不用担心，至少吃到明年。这大概是我9月底说的话。你看现在被我这个给蒙上了是吧？我们看看这2位大神的比较啊，相对来说呀，那老金同志呢肯定啊还是要弱一点的啊。我们看一下，这是金贤卓教授啊他的谷歌学术的资料，可以看到啊，他是威廉玛丽学院教授啊。那么这个数字有点小，我稍微放大一点。他是1962年生的啊，那么总引用量是11221啊，从2018年以来呢是4732，今年呢61岁，对吧？61了都，哇塞，那我也50多了，可不。我们看一下这个朱老啊，朱教授，朱经武啊，华人科学家，超导界的超级大牛。我们看一下他的数据，他的数据呢是总引用45153，我前面不是说过吗？这都是真仙级的，早已经渡劫飞升仙界了以后遨游呢。从2018年引用呢，这几年以来引用7、8年也是9605，他是1941年生的。那这2位大神，这么一撞就有意思了。看起来啊，这个金教授是弱一点的，单从学术上的这个引用数据来说，但是你别忘了，金教授比朱老呢是年轻小20岁呢，对吧？所以呢，老金同志未来也可期啊。那现在呢，老金说什么呢？老金说呀 ，LK99 早就不倒了，我们搞了个新的。他搞了个什么呢？他说呀，叫发言的题目叫通过氧缺陷调控实现千灵辉时的非同的寻常金属半导体金属的转变。这实际上还是老金早期研究的那些金属转变，因为他早期他从博士开始就一直在做这个研究。他说呀，我们合成了材料啊，就是刚才这个公式里边很长的公式啊，那么简称呢叫 PCPOSOS 啊，简称 PCPOSOS， 它在室温和大气压下展现出超导性质。那这些材料啊，呈现超导体的特征，包括零电阻、麦斯纳效应和悬浮效应。应该放在磁铁上的时候啊。那悬浮效应的部分原因啊，是由于磁铁自身磁场的不均匀性造成的，并且呢，发生在临界磁场 Hc1 和Hc2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呀，从磁铁中心到边缘，磁场有所增加，中心的磁场呢大概是2000高斯，边缘呢大概是3000高斯。那悬浮呢发生在接近中心的位置，这表明啊，磁铁中心的磁场接近 Hc1。当接近 Hc2 的时候呢，悬浮消失，因为 Hc2 对应的磁距远小于 Hc1。当磁铁略微移动的时候啊，悬浮回到原位。我们分析啊，这是2型超导体典型的磁通丁扎效应。此外呢，1型超导特有的量子锁定现象也可能出现，但是啊，我们解释的是 PCP-OSS 属于2型超导体。我们将展示2段悬浮视频和2段磁体视频。哎，这是老金啊准备发言的这个会议摘要的这么一个介绍啊，有意思吧？他不说 LK99 了啊，我们这个切换身份了。那我们开始朱老他们的这个论文。哎，朱老呢，他们其实还是讲 Archive 上那篇论文，他们继续吹 LK99，所以严格的来说，这俩还打不到一块儿，可以说咱们一块儿吹 LK99。他说 LK99 这种所谓的常压常温超导体异常性复制和研究啊，这是实际上就是他们之前论文的题目，也是这么发言的啊。他说呀，零电阻和排斥磁场的同时出现，这一独特性质使得超导体在各种应用中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例如高效电力传输、体积更小或更强大的磁体、磁悬浮和高速计算等。通过过去1个世纪以来的不懈努力啊，超导体的关键转变温度 Tc 持续得到提高。似乎所有自1994年以来创纪录的最高 Tc 都是在极高的压力下化合物实现的。超导领域的终极目标是找到在常温常压条件下保持相干量子态的方法，也就是室温接近300K 和大气压。那我们研究了李世培等人报道的 LK99 啊，就是这个它的分子式啊，据称其在室温常压下表现出超导性，并已复现了他们报告中的所有异常现象。除了作为 LK99 是常温常压超导体证据的半悬浮外，我们发现这些异常现象与样品中的硫化亚铜杂质的结构转变有关，而与超导性无关。这是朱老啊要死锤 LK99 的这么一个在美国物理年会的发言。他们俩发言只差1个人，我们看到了吧？这是这俩发言。你看8点12是老金同志发言，8点45是朱经武朱老发言，都是15分钟啊。哎呀，这就有意思了，是不是啊？是不是有点这个火星撞地球的赶脚啊？那么这个新的分子式提出啊，实际上呢，我们并没有感到太大的差异，因为之前我们多次讲过，这个可能只有2种，就是李世培是不是藏了一手？有一个什么可能呢？就是他预印版啊，他实际上发的是他早期的一个东西，他基于专利啊或者各方面原因，或者是老全他知道的有限。那在后来呢，李世培可能藏了一手，李世培和老金一块又研究硫的，也有可能呢是 LK99 被大家复现发现不行之后，他们又开始做研究，发现这个硫的。不管怎么说呀，我们在上周真可爱呆论文啊，呆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是呆博士应该是意味深长的就说过，硫酸根和硫啊有用的，这个东西有用的，怎么有用的？看来确实是有用的，咱只能说人家是搞这个研究的啊，我们是吃瓜的，这个观点还是不太一样的啊，看的角度也不一样。那现在呢先不说啊，这个国内啊牛建渣团队啊，郑可爱呆博士啊，还有老刀啊，还有其他的团队正在做的单就能登上美国物理学会啊，起码我们发现的这2位其实都在这个所谓圣杯上争斗啊。这个圣杯啊，那就是昆仑山的山尖啊，是吧？在这上是最顶尖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啊，总体来说呢，要是从这个学术地位来说，老金是完败啊。虽然他年轻2岁，但是目前来说，无论是江湖地位是吧，还是这个弟子门生和朱老比都有差距。但是啊，朱老这次呢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劣势，就是他打的是别人之前放弃的这么个东西。所以啊，什么时候呢？这攻类的一方啊，其实都看起来是容易一些，实际上到最后啊，
得到的果实不一定大。你比如说迪亚斯那个论文，假如说没被锤死，最后迪亚斯是真的了，迪亚斯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如果迪亚斯是真的或者假的，你锤死迪亚斯的人，你怎么也获不了诺贝尔奖。大家想是不是道理啊？就是你证伪一个东西，其实价值没有那么高，当然也非常有价值。那你发现一个新东西，那就非常有价值了。我们昨天讲过那位女博士，就是 Griffin， 她讲的，她说我对那种我发现世界上只有我知道那个东西，我把它做出来那种感觉是太妙了，所以他 hooked on research。 像这些科学大神啊，这种独创性的从零到一的这种发明的时候，都有那种激情。那种激情啊，比什么荷尔蒙分泌啊什么的可能要厉害得多。这也就是科学探索它的最吸引人的地方。那现在啊，实际上大家看到这个超导研究啊，这个老中青的这个梯级很清楚的啊。那朱老呢不用说了，1941年的，老金同志呢1962年的，那后边呢80几年的、90几年的都在加入到这个队伍。所以呢，就这个10分超导啊，未来可期。那关于后续的消息啊，我们会继续整理。谢谢大家收看，再见。